跳空高开，然后一路低走，最后 V 型上去。美股在周一收了一根假阴线之后，今天收了一根带有长下影线的阴线，并且盘中回补了缺口，再加上呢即将到来的 CPI 数据，美股还没有止跌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美股经历了周五大跌之后 ，Josie 呢周一开盘之前就说了，会在颈线的位置有震荡，要谨防形成头肩顶。纳指周二盘中回补了缺口之后，但是跌破颈线位，这里如何操作？英伟达呢转为空方带 ，AMD 呢也回补了缺口，什么时候能补仓呢？美光从最低点854一路 V 到了935的位置，还能期待之后的行情吗？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0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呢跌破了颈线位，是否呢要谨防头肩顶的一个出现？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来讲一下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的话呢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AMD、Circle、AVGO， 包括联合健康、美光以及呢 MP 这一些股票呢，有些是我们一直在跟踪的。那有一些股票呢是有学员在这一个评论区留言，希望Josie呢跟大家呢去分析到的这一个股票。那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先涨后看，股市长望。接着呢，我们进入到今天正式的内容。首先来看的话呢，是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啊。纳指我们在这个高点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纳指已经呢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要谨防的高点的这一个出现。从我们讲完之后呢，一路的就跌下来。那么呢，尤其呢是在这一个周一的时候，纳指在这个位置还出现了一个呢高开，然后的话呢收到的是一个假阴线。当时很多学员就在这一个位置一直在问 Josie 能不能进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行情广播当中我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个内容。这个的话呢是6月8号，也就周一开盘之前我给大家讲到的。纳指当时纳指呢继续的大跌，周线上呢也是一个干嘛？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那就说明呢它在周线级别上具备了这个风险。一般来讲，就是周线级别的风险，至少来说呢2周以上。那从空间上的话呢，上周五的一个暴跌，在5月19号的这一个呢颈线的这一个价格啊，也就是我画的这一条横线的这一个位置的话呢，它当时跌到这里，收盘价收上去了的，所以它可能呢在这个位置会震荡一下，尤其是大跌了之后呢，股市要有这种震荡是相对比较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震荡的过程当中没有突破大阴线的1/2的这个位置的话呢，那个人的这一个觉得意义不大，还会呢继续的去下探下方的2个缺口的下沿。一个的话呢是在这一个25361.05的价格，还有一个呢是在25210.47。而且当时去补这个缺口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它是实打实阴线回补，那么的话呢，它就会继续的去下探0.382的位置。一般来讲，调整到这一个0.382的位置才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这个是我们在周一开盘之前就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个内容。那我们能看到的一点，讲完了之后呢，确实来讲，这一个纳指的话呢，如期的去补了下边的这2个缺口，最低价的时候来到多少？来到了24980.38的这一个价格，即将的话呢，要触及到24707.22。最后的话呢，碰到了这一些缺口的一个支撑之后，收盘价呢还收了上去，所以这2个缺口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它是盘中回补，但是的话呢，收盘价它没有进行一个实打实的回补，所以接下来呢还会不会往下去调不知道，但是能知道的一个点，到目前为止其实纳指并没有出现了止跌的这一个迹象，所以想要进场的这一个学员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再等等。而且的话，我们讲的这一个话不是说我现在才跟你们讲再等等的。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开盘之前的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因为有些学员他就是一定要去操作的，那你就可以从60分钟图上的去做一下日内的这一种反弹。所以在昨天的这一个开盘前，我也跟大家讲，你想要进场的，你看一下它在这一个位置能不能机构低吸转为做多。我们能看到它在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蓝烛的这一个信号啊？如果说能转为做多的，关注第一个关键的这一个价格，就是在于呢大阴线的这一个高点的这一个位置，因为我们能看到的一个点，这个位置当中，如果说没能进行一个突破的，那它会形成一个非常标准的头肩顶的这一个形态。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是它构成的一个左肩，然后高点它是一个干嘛？这一个头部的一个位置，接着往下跌下来了之后，形成了一个右肩，再一次反弹。如果这一次的反弹啊，假如说你进场了的，假如到后边真的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之后，它上去的时候，它没能突破这一个大阴线的高点，形成了一个右肩的这个形态的，那你会发现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级别的一个头肩顶的这一个形态。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位置注意风险，能收阳线突破的，那我们就再抬高目标到它的历史高点的这个价格。这两个价格没能突破的话呢，那么这一波行情它叫做反抽行情，也就我们讲到的逃生门的这一个形态。那我们能看到的一个点就是纳指呢，它确实来讲有蓝烛消失，但是没有收阳线突破蓝烛的这一个高点。所以个人的这一个建议是会建议大家呢可以再等等，尤其是反应呢比较慢的这一个学员，6月份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消息包括呢即将出炉的这一个 CPI 的数据，包括呢 SpaceX 的这一个上市等等，它都会对市场造成这种冲击的这一个作用。所以如果说你反应不快的，你最好等它尘埃落定完之后，你再去操作。一定要记住的一个点就是，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行情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意识到它肯定会给你呢上车的这个机会，所以一定要等到行情呢落定完之后呢再去进场，我觉得呢会更加安全一点点。那么回到目前的这一个纳指身上，它能看到的啊，整一个飘带已经在急剧的收窄，要谨防它在这一个位置会不会转为空方带。一旦转为空方带，它的一个调整就不再是1天2天，最少它都会是以周线为单位的去进行这个调整。那第二个的话呢，刚才讲到的已经蓝烛消失了，所以看一下它后边如果说能收一个阳线突破蓝烛的这一个高点26179.65的这个价格的，那么呢你想要进场的话呢可以，然后以蓝烛的这一个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跌破的话呢我就止损出局，没破的话呢那我就拿着。那相反，如果它没能出现了一个阳线突破蓝烛的这一个高点的，那我会建议大家呢在这里最好呢再等等，因为毕竟现在呢才下跌结构5，距离结构9呢还有4个交易日，虽然不一定呢能跌到这一个结构9，但是只要它是处于一个下跌结构当中的，都代表市场目前是相对比较弱势的，所以一定要等到呢有明确的止跌买点出现之后呢，我再去进场。 OK， 这个是讲到的这一个纳指的这一个蓝烛的信号。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是一些关键的这一个价格。那关键的这一个价格的话呢，第一个要去看的就还是这两个缺口的这一个位置。大概来讲呢，一个是在25361.05，一个是在25210.47。我们能看到它在这一个周二的时候盘中去回补了，收盘下收了上去，说明了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的缺口支撑的力度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看一下呢，它能不能在这个缺口附近的位置出现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一些止跌进场的这个信号。没有进行这个止跌的话呢，假设说你能看到它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大阴线，咔给我跌破了的情况下，那么大概率来讲呢，这个纳指它就会再去呢下探 0.382 的这一个支撑，来到24707.22的这一个价格。所以想要进场的学员关注一下这些价格能不能撑得住。OK， 这个是讲到的纳指。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标普500指数啊，它其实走势的话呢跟纳指是比较相像的，都是出现了蓝烛的这一个信号。
然后今天的话呢都一样的，它是在这一个位置呢是一个高开，随后一路的走低，最后的话呢受到这一个缺口的支撑收了上去，收到的话呢是一个实打实的这一个阴线。如果说它今天没有收上去的话呢，那么这一个标普500的跌幅也是高达了2个多%的啊，所以已经能说明了这一个市场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最后能收上去已经非常的不错了。那现在大家要谨防的就是 CPI 的数据，如果呢 CPI 的数据出来了之后，它符合市场预期的，那么大概率来讲，它在这里会走一个震荡的这一个行情，不是说它符合市场预期之后，它就能咔一根大阳线就起来了。并不一定的啊，那么它如果是超乎大家的这种预期啊，就大家的这种预期的，那么可能呢，它就会出现我刚刚讲的这种情况，它可能咔的一根阳线就起来的。但是它要是没有符合大家预期的一个情况下，那大概率来讲啊，这一个纳指就我们讲到的美股，它会有2周以上的这种调整。其实从高点下来了之后，它已经走了差不多有1周的这一个调整了，那就说明它可能还没有到呢进场的这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想要进场的学员一定要等到它呢出现明确的买点之后再去考虑进场。目前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一个缺口的这一个位置的话，大概来讲呢，在7273.26的这个价格，看一下这一个价格能不能呢撑得住。能撑得住的话呢，那么大概率来讲，它会走一个震荡的行情。但如果说它到这个价格，它是没办法撑住的，来根实打实阴线给补了的，那么再往下的一个空间，它就会大大的打开了。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蓝烛的这一个高点的这一个价格7466.81啊，收阳线的实打实的给突破的，那我们再考虑进场，然后看前期的这一个高点的一个阻力，没办法收到实打实的阳线给进行一个突破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啊，它在这一个位置可能还没有出现了启动的这个信号，再等等。OK， 这个是讲到的 SPY，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SQQ 从这一个高点啊，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到现在都没有进行过这一个价格便宜的这个确认，直到最近的这2天，它才出现了价格的这一个确认。什么叫价格便宜的确认？收一根阳线突破白色 K 线的这一个高点，而且必须是收盘价，而不是盘中。你比如像这个位置也有出现过呢，白色 K 线消失不见，收阳线，但是它的收盘价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的，所以这里不能构成这一个买点的这一个信号，所以它又从这个位置一路的跌下来了。现在的话呢，对于 SQQ 还是一样的啊，就是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一个价格便宜的确认，你可以考虑呢，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下呢，这一个清仓的做一下这一个对冲，但是不能重仓的去操作。整体来讲，对于这一个下半年的话呢，个人对于美股的这一个看法仍旧是看多的，所以 SQQ 你只能呢，在这一个大盘有调整的时候呢，去做一下这一个对冲的这个行情，但是呢，不能重仓的去做，只能清仓，快速的呢去保护一下账户的安全。那第二个能看到的一个点啊，就是 SQQ 在这个位置飘带已经在收窄的，收得比较的窄了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 SQQ 在这里转为多方带的话呢，那就意味着美股它在这里它要转为空方带了，那就说明了它会有调整的这个风险。第二个能看到的一个点就是 SQQ 下方的这一个龙头引力已经干嘛在酝酿这一个聚宝盆的这一个形态，其实从这个位置就一路酝酿了，到现在都没有确认啊，一直在酝酿的状态，那就说明了一直没有到底。什么时候你看到下面的这一条龙头线，它从这一个低洼区的位置往上拐冲上去了，那么这个位置就可能呢代表着它已经酝酿成功，它要起来了。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再等等。所以已经进场了的这个学员的话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设置好防守位，防守位的位置你可以定到这个缺口的这一个下沿的价格，大概来讲呢40块3毛5左右。如果没有跌破的情况下，那我们等它转为多方带之后再说。那相反，如果说它来一个阴线跌破我们的这一个止损价的话，那我们就先止损先啊，说明这一个 SQQ 呢已经反弹结束，那也代表了美股的一个调整也已经结束了，那就说明了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正股上去做。
OK，这个呢是我们讲到的关于呢 SQQ 的这一个操作。当然有些学员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 Joyce 一直给大家讲到的行情广播究竟呢怎么样去这一个学习？那在这里给大家去讲一下啊，我们的这个频道当中是开了一个 YouTube 的这一个铁粉频道的啊。那如果说呢你加入到这一个铁粉当中的时候，是可以享受到一些专属的福利的。比如第一个福利的话呢，铁粉它都是有每周的话呢，都会有一期呢技术分析的这一个进阶视频。那么在这一期进阶视频当中，会给大家呢去讲到呢各式各样的，就是你在外面肯定没有学到的一些内容，每周四给大家进行更新。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铁粉会有直播优先的整股福利。第三个，铁粉的话呢，有专享的社区帖子。以及我们如果说呢成为这一个铁粉，每一个铁粉呢都有1个月的免费体验我们行情广播啊，这一些的话呢都是我们铁粉的一个专享的这个福利。包括的话呢我们也会有内部的这一个课程的话呢可以进行这个学习的。那怎么样加入到铁粉呢？你可以打开呢我们的这一个描述栏，在描述栏这里第一个链接是助理的这一个 TG， 第二个链接呢就是 YouTube 的铁粉的这一个链接。1个月的话呢，铁粉是14.9块啊。你加入完这一个链接，加入完之后呢，你可以找到这一个助理去领取呢这些福利，包括的话呢，去进入到我们内部的课程学习频道去进行这一个学习。本周的话呢，会在我们的这一个内部课程当中给大家去讲到一个呢叫美股分化锁住财富策略，那么这个会在周四的上午10点给大家去讲。第2节呢会给大家去讲解锁呢这一个财富密码，打开财富之门，这个会在香港时间周6的上午10点钟给大家去讲。那除了正式的课程之外，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这个学习的话呢，我们会在周2、周3、周4的时候呢给大家进行这一个早盘课啊，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铁粉的这一个福利之一。所以如果想要去参加的话呢，你们加入完这一个铁粉之后呢，截图发给助理就可以呢邀请你到这一个内部课程以及呢行情广播当中去进行这个体验。OK，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去讲到的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啊，记得帮 Joyce 呢点赞跟订阅。接着我们看第2个部分。第2个部分首先来看的是整一个英伟达的这个走势啊。那么英伟达的话呢，它已经是转为了这一个空方带，所以要注意一下啊。其实英伟达这一轮当中涨上去就给大家讲过反抽行情，然后让大家赶紧就止盈离场了。跌下来了之后，到目前为止 Joyce 是一直给大家讲过英伟达它还没有出现进场的信号，让大家呢再等等。尤其是呢它现在转为了空方带之后，说明它的趋势已经发生了这一个改变，更是要在这里呢进行这一个注意啊，这是第1个点。那第2个点的话呢，这一轮跌下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给大家讲过英伟达的这一轮的一个支撑的价格在200块4毛1的位置？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在6月8号开盘之前，一般都是在下午5、6点钟的时候给大家讲啊。英伟达继续下跌，整体来说呢，出现的是一个下跌的结构，说明走势相对弱势，而且飘带已经在收窄了，大概率会转为空方带。目前还没有止跌，有继续下探的这一个需要，下方的这一个支撑在 0.5 的这一个价格200块4毛1的位置，昨天的最低价就是来到了199块3毛4，跟我们讲到的200块4毛1的这个位置差了1块钱，最后在这一个位置受到支撑，收盘价是收了上去，出现了一个呢带有长下影线的类似于一个单针的这一个形态。那什么时候英伟达可以进场呢？今天出现的这一个单针形态，就是呢可以让我们去判断这里究竟呢有没有是形成单针探底。什么叫单针的这一个形态呢？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一根 K 线它带有呢非常长的下影线，它的这一个下影线的话呢是它实体2倍以上的这一个长度，并且的话呢实体要稍微比较小，上影线的话呢也要比较的短。它的这一个意思就是股价呢大力的砸下去了之后呢，最后打到了这一个支撑的位置之后呢，在这里干嘛？开始有这一个资金推着它往上去涨上去，所以下影线的这一个位置代表的是多方的这一个强势。所以对于这一个英伟达来讲，如果说呢想要去做的啊，你就说我一定要去做的，虽然呢它现在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啊，是不大建议大家去做的。
但是有些学员说我一定就要去做这一个英伟达的，那么你能进场的这一个标志的话呢，你的这一个进场的这个信号的话呢，最好等它干嘛收一根的这一个阳线，突破了这一个当针的这一个高点，大概来讲211.4块左右，就是能收到一根实打实的阳线，突破它的这一个高点的，那么你可以选择在这个位置去进场。那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的，那我建议大家再等等，它可能干嘛还得继续的往下去探，所以如果说想要进场的，收到了阳线突破，那我可以进场，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再等等，毕竟才下跌结构3，距离结构9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是再等等吧，出现明确止跌信号之后再去做，但是要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空方带状态只能做反弹，不能做反转，仓位一定要控制好，策略的话呢，也是一个快进快出会比较好。OK， 这个是讲到的英伟达，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AMD。AMD 的话呢，也能看到今天也是其实最低价的时候是已经回补了这一个缺口了吧。我们在这一个周末的视频当中是不是给大家讲啊，除非它可以收阳线突破这一根大阴线的这一个高点，不然它有继续往下探的这一个需要。那么往下探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支撑就是在这个缺口的位置，大概来讲在451.2块左右。今天打到了吗？今天对最低价来到了437.2块，最低价是已经触及到，最后收盘价收了上去，说明我们给大家讲到的这个缺口的一个支撑它是有效的。那么关于这一个点，我们在6月7号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讲到了啊，我不是现在在给你们讲的。所以对于这一个AMD 的话呢，这一个缺口确实来讲它是有这一个效的啊，它是有这个支撑在里面，但是你说我在这个位置就能进场了吗？我觉得再等等吧，再等等，等什么？因为周一跟周五的这一个 K 线的这一个形态，它叫做反包阳线啊，反包阳线一般来讲是市场呢开始要出现这一种变盘的这个信号。你比如说像这一个 AMD， 它在底部这个位置是一个反包阳线，然后的话呢，再往上去的过程当中，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反包阳线吧。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反包阳线吧，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啊，出现的是一个反包阳线的这一个形态。反包阳线出现完之后呢，大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这一个阳线的位置，它是选择向上突破阳线的高点的，那就说明这个位置选择向上变盘，我可以考虑在这里进场。当然相反，如果它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进行一个突破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再等等啊，说明它在这个位置还没有出现呢明确的进场的一个信号，那我们就再等一等。那这一个反包阳线的高点的位置在494.9块9毛7啊，今天最高点其实是有打到这个价格的啊，今天最高点来到了505的位置，但是收盘价最后是跌了回来，跌到了475.5块5毛1。所以如果说你一定要进场的，你最好等它在这一个位置收到一个干嘛，一个阳线进行一个突破之后呢，再去进场啊。当然如果说呢我已经进场了的话，或者说我再根据这里突破它了之后再去进场，我觉得位置稍微有点高了，我想要更快的去进场的，那么我会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日内的操作。日内呢，要么你就看60分钟，要么你看30分钟，两个周期都可以，看自己的个人习惯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AMD 的话呢，它在30分钟图上能看到的一个点，确实来讲从日内上去看，它确实可以让我们买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你比如 AMD 这一轮的反弹的话，它基本上呢是在这个位置出现的，然后涨上去之后跌下来了，在这一个今天啊下半场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十字星，还是一个价格便宜，还是一个干嘛9号 K 线，然后进行了一个突破，形成了一个底部9结构之后呢，它才开始往上去反转的。所以如果说你看日线去操作，稍微来说比较难做的，然后我在最近这一段震荡的行情我又想去做的，那我会建议大家呢看日内30分钟跟60分钟去操作，做一个呢小短期的这一个行情之后呢就赶紧跑。那目前能看到的一个点 AMD 呢，它已经出现了黄烛的信号，反弹上去触及到空方带，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它可以继续的干嘛，继续的黄烛突破这一个空方带的，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它在空方带的位置
干嘛出现的是这一个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的信号的，那你就要注意一下，30分钟图呢已经呢反弹结束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如果你是稍微来讲没有时间去盯盘的，那你就看日线上的反抛阳线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是操作，你是有时间的，而且我喜欢做这种超短期的，那你就看30分钟去做。这个位置买完了之后，拿到现在，等它在这一个位置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那我就离场。没有确认的话呢，那我就再拿着。OK， 这个是讲到的 AMD， 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AVGO。讲 AVGO 的话呢，是因为我看到啊，在这一个评论区当中，有个学员说啊，你等到这个位置再去进场，会不会已经错过了 AVGO 它的这一个行情？然后你就会发现，今天是不是有更低的行情在等着大家了？如果说你在这一个位置啊，在周一看到它涨的时候，你立马进去。那你会发现今天是不是已经跌破了你的这一个买点的这一个位置了？而且的话呢，盘中最低的时候来到了370块钱的位置啊，它的这个跌幅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跟大家讲，一定要等到明确买点出现完之后，你再去进场也不迟。那回到 AVGO 身上啊，目前能看到的一个点 ，AVGO 的话呢，它除了在这一个位置出现一根高量柱之后，它现在的话呢，还出现了一个机构低吸的这一个信号，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构低吸确认，所以的话呢，再等等。那如果说我不是内部学员，看不到这一个机构低吸的信号的，那你能看到的一个点 ，AVGO 它在日线上还是一个干嘛？连阴踢量的这一个心态啊，这一个成交量它是有在缩量的啊，虽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确实来讲，它的这一个成交量是有缩量的，所以它构成了连阴踢量的这一个形态。那么上一次你能看到 AVGO 起来的时候，就是在底部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这一个放量的一个形态，它也是一个连阴踢量，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的话呢，一般它会呈现一个放量或缩量的状态。底部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的是一个放量的形态，那么在这一个上涨回调过程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出现缩量的状态，但是不是100%啊，只是更加好而已。那目前能看到 AVGO 它在这里就是出现了一个连阴踢量的缩量的这一个状态。连阴踢量能不能完成，它的关键的点在于它能不能像它这个位置一样，给我来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个阴线的这一个高点，能进行一个突破它的高点的，那我可以在这里进场。进完场之后呢，以这一个阴线的低点作为一个止损价，跌破那我就止损出局，没破的话呢，说明这个位置进场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这一个 AVGO 来讲，现在也是一样。它的一个买点的这一个信号，如果说它在这一个周三的时候可以收一个阳线，突破蓝烛的这一个高点啊，也是最后阴线的这一个高点407块8毛7的，那么你可以选择呢在这个位置去进场。但相反，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阳线突破阴线的一个高点的，那我就再等等。那内部学员给我关注好这一个蓝烛的信号，如果可以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的话呢，那我就可以在这里进场，不然的话呢再等等。那对于那一些做短线的学员的话呢，关注一下60分钟图。其实你在60分钟图上确实能看到它在这个位置呢有出现价格便宜，前面也有出现，但是这两波的一个反弹相对比较一般。原因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跟日线形成共振。如果单单只有60分钟图有机会，但是呢没有跟日线形成共振的话，一般来讲它应该就是一个半天到1天半左右的行情就截止了。那么对于 AVGO 现在能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它在这里已经反弹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了。一定要注意到的一个点就是触及到空方带的时候，看一下它在这一个位置收到的是阴线还是干嘛。如果它在这里收到的是阴线的，那一定要注意一下它在这一个位置反弹可能就已经结束了，那它可以继续阳线的，那就没有问题。最好的话呢，它可以阳线的这样的走势
突破这一个空方带上沿的位置，那么它就有机会要转为多方带，它只有转为多方带，它就能带动着日线呢一起出现见底的这个信号，那就会形成周期共振的买点。那相反，如果说 AVGO 它在60分钟图上，它打到了空方带之后，收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高开低走的阴线的，那你就要注意一下，它在这一个位置反弹结束了，它有往下继续调整的这个需要的啊。OK， 这个是讲到的 AVGO，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美光啊，美光是其实说真的是真的很强啊，真的对它是挺服气的啊。那在这里再给大家去重申一遍啊，对于这一个美光，包括其实像 AMD 也是一样啊，这两个股票其实在2026年都是可以实现我们讲到的大跌大买的这一个策略，跌下来一定要意识到机会呢大于它的一个风险。那么回到这一个美光身上啊，昨天我们还在讲啊，最好它在这一个位置呢能补了缺口之后再进场。补缺口是补了的，但是还不如不补啊，因为它是一个盘中回补，收盘价收跌下来的，说明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啊，确实来讲这一个缺口的阻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想要进场的这一个学员的话呢，还是我们讲到的，等它回补了缺口之后再说。那么这个缺口的位置大概来讲971块6毛8左右。当然有学员去讲到的啊，等到它回补缺口的时候呢，它已经干嘛？它已经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了啊。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谁可以做到呢，买的时候买在一个最高，买的时候买在一个最低点，卖的时候呢想卖在最高点，绝对是没有谁都能做得到的。我们想要的啊，比如说像这一个底部起来的时候，谁都能知道这一个蓝色 K 线这一天它是一个最低价，但是没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没有收阳线突破之前，谁也不知道它在这里能干嘛，由跌转强啊，它就由下跌转为这一个上涨，没有谁能做到。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等它有一个明确的这一个买点出现的时候呢，我再去进场。所以为什么我会让大家等到它呢收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个缺口上沿了之后你再去买，我觉得会更加的安全一点点。那如果说你说我在昨天啊看到它呢涨起来了之后我立马去进场，那你会发现今天干嘛？它最低价的时候今天它最低价的时候呢，甚至把这一个周五的这一个低点它都给跌破了啊，就说明它跌的会更加的低一点点。好就好在它跌下来之后呢，受到这一个飘带1/2的位置啊，就是这一个中轴的位置，最后收盘价呢还收了上去的。所以如果说没有进场的学员想要进场的，它如果能收一个阳线，把这个缺口实打实给补了的话呢，那你可以进场。那如果说已经进场了怎么办？那你就以这一个阳线的这一个低点的这一个位置，大概来讲916块5左右，作为你的这一个防守位。跌破了的话呢，那我就止损出局；没破的话，那我拿着啊。当然这里有个点啊，就是从这一个低点到这个缺口的这个位置，其实它的一个空间将近有60块钱，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怎么办呢？啊，我在这一个位置当中，我就想去赚这中间的60块钱，我该怎么做？那我会建议你呢去做一下它的日内啊，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30分钟图啊。如果说你去看它的30分钟图的话呢，确实来讲啊，可以拿到的这一个利润还算比较不错啊。你从这个底部到这一个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跌下来了之后啊，这里可能就比较难去拿住了啊，因为它跳空的啊。那么从这一个今天的这一个底部的时候，跌到这一个十字星左右的位置，并且蓝烛消失收阳线去突破，那么确实来讲，这一个下半场的这一个位置当中的利润，确实来说你也能拿到。从最底的时候到这一个收盘价收上去，中间差不多有5% 的这一个涨幅，还算是比较不错的。那如果说你已经进场了呢，你可以看到目前它已经反弹触及到空方带，收到的是一个什么？一个黄烛的这一个信号。如果说它能继续的黄烛的，那你就给我继续的拿着。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情况下，那我们建议啊，在场的这一个学员我们就先走了。跌下来之后再出现这样的信号的，那我再去买；没有出现的，那我就再等等。OK， 这个呢是讲到的美光，接着再给大家讲的话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话，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就给大家讲过了 ？SpaceX 的上市对于特斯拉来讲，它应该是一个短期的利空的这一个消息，所以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所以呢，它在这一个周一出现了一个蓝烛消失收阳线。
啊，当时呢我还跟大家去讲啊，让大家要再去注意一下，最好的话呢，它可以干嘛？再来一根阳线突破这一个阳线的这一个高点，那我可以去进场。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在这一个周二开盘之前给大家讲的啊。特斯拉蓝烛消失收阳线，并且反包阳线了，但是还没有突破蓝烛的高点，所以如果你已经进场的，你就关注它的60分钟图，它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并且出现黄烛超买信号了，继续黄烛你可以拿着，当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话呢，那你就离场。那相反，如果说我还没有进场的，最好呢可以来根阳线突破反包阳线当中的阳线高点412块9毛4，那么你可以进场，不然的话呢，你就要再等等，因为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飘带已经转为了这一个空方带，所以对于特斯拉来讲，它昨天最高价有没有呢突破我们讲到的阳线的这个高点？有，但是呢打到这里之后，触及到空方带的下沿之后呢，就立马呢收跌了回来，最后呢收跌了3%。所以对于这一个特斯拉啊，目前个人的观点还是如此，它除非呢可以收一个阳线，突破了这一个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高点412块9毛4，不然的这一个情况下，说明它在这一个位置还没有出现了明确的进场的这个信号，我会建议大家呢可以再等等，它能出现一个阳线突破了的话呢，那你再去进场，不然的话呢，你只能去做日内啊，日线上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了明确的买点的这个信号，一定要去做的，你只能在30分钟图或60分钟图上去找呢这一个日内的进场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做一个呢半天到1天半的这种行情，我觉得没有问题。真正的想要它有大的行情，一定要等日线出现明确买点之后呢，它才有大机会，不然的话呢，它只能做日内的反弹。所以对于这一个特斯拉来讲啊，要么你就收一个阳线突破反包阳线的这一个高点，要么呢你就等它结构9出现之后再说。你看一下特斯拉，它到今天为止已经出现了下跌结构7了，距离结构9已经非常的接近，只剩下2个交易日的时间，或者你等到呢9号 K 线到了之后呢，再去判断一下这一个9号 K 线，假设它是一个底部9的形态的，那我可以进场。它如果说是一个下跌中继9的，那你就再等等，说明它还有继续往下调的空间。OK， 这个是讲到的特斯拉，接着再给大家呢去讲的话呢，就是这个 Circle 啊。讲 Circle 之前，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这一个走势啊。比特币的话呢，如期的跟我们讲到的那样啊，当时给大家讲过了啊，就是呢，它把这一个前期的这个底部给跌破的话呢，它就会去试探2月初的这一个低点，你看一下是不是试探到了，而且是有连续2天都去触及到呢2月6号的这一个低点之后呢，收盘价收了上去。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能看到的还有它的一个龙头引力，现在一直在酝酿聚宝盆的这一个形态，跟前面这一个位置是比较相像的啊，前面也是出现白色，价格便宜，出现聚宝盆，而且当时是有聪明钱的流入的啊，现在也是一样，也有这一个聪明钱的这一个流入。它现在呢要等的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它在这一个位置价格便宜确认。它一直处于一个价格便宜的状态，你就一直的等，一定要等到它跌无可跌，给我确认了之后呢，那这一个位置才是一个进场的这个时机，不然的话呢，再等等啊，说明它呢还没有立即要去启动，不必要买在最低点，但是呢，我们买在启动点的位置就可以了啊。你说我要买在最低点，没有谁能做到，那我就干脆干嘛？买在它启动的位置，什么时候启动？白色 K 线消失不见，给我收一个阳线突破确认，那么这里就说明它要启动了。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呢要等它的聚宝盆形态，现在正在酝酿当中啊，就要像它前期的这个位置一样，它的龙头线上拐突破了这一个低洼区，那么这里呢就酝酿成功，那就说明了它这一个底部已经成型了，我们就可以心里边有预期啊，它大概率来讲它就要启动了，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再等等啊，这是2个条件。那如果说呢，这一个比特币在这一个位置既能价格便宜确认，又能干嘛聚宝盆确认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呢期待一些相关的个股有机会。相关的个股当中来看的，像思口它也是一样。
出现了个什么形态？聚宝盆的这一个形态。2月份的这一个位置当中怎么起来的？就是因为出现了聚宝盆形态，出现了价格便宜，然后翻了这一个130%的啊，在这一波行情。现在呢也是一样啊，聚宝盆现在已经出现，但是的话呢，抄底逃顶的这一个系统还没有确认它是一个底部，所以再等等。那么对于这一个 circle 的话呢，进场的有2种。之前的话是给大家讲啊，如果说你是内部学员，你最好呢等到它就是收个阳线，突破蓝烛高点之后，你再去进场，我觉得会比较安全啊，因为这一个比特币还没有具备呢这一个底部的这一个启动的信号，所以呢相关的个股可能呢还得再震荡，所以你等它呢，要么给我出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个蓝烛的高点，那你可以选择进场。要么呢，你就看一下今天的这一个K 线走出来的是一个十字星的信号，那大家应该对于十字星应该不陌生啊。之前就给大家讲过，十字星它是用来看变盘的，它如果给我一根阴线跌破十字星的低点，那就说明它在这一个位置干嘛？选择了向下的变盘，我就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一个风险。那如果说它可以收阳线突破十字星的高点的，那就说明它在这里选择向上的变盘。但要注意的一个点，哪怕 circle 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啊，出现一个阳线突破十字星的高点，你也只能做反弹，因为它整体都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的位置当中的，所以只能做反弹。其实我自己个人是更加希望的 circle 可以继续的往下去跌，最好它可以去触及一下这一个缺口，然后聚宝盆开始有资金的流入的，那么这个阶段反而是比较容易会出现了这样的大底部的。所以从个人而言啊，我是更加希望它可以再继续的往下去跌一跌，那我们才能拿到更便宜的这一个筹码。所以想要进场的啊，要么你就是等这一个蓝烛高点啊，大概来讲88块1毛1，或者说今天的十字星的这一个高点也行，87块3毛8，能收阳线突破这一个价格的，那你可以考虑进场，不然的话呢，等等吧，现在才结构6，等到结构9之后再说。好吗 ？OK， 这个是讲到的 circle， 接着再给大家呢那么这个缺口的这一个价格的话呢，是在62块9毛5到71块1毛9附近，逢缺必补，它估计来讲啊，真的能去补一下这一个缺口的，所以给点耐心吧。好，这个是讲到的 circle， 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MP 啊。MP 的话呢，能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它目前也是处于一个蓝烛的这一个状态啊。今天 MP 能看到的一个点啊，从这个底部起来，在这个高点的位置，当时就让大家赶紧跑了，因为这一次的黄烛跟它前面这一次的黄烛跟这一次黄烛都不一样，它在这一个位置已经收了一个实打实阴线给跌破了。前面这一个位置虽然呢也收到了黄烛消失收阴线，但是没跌破，这里也是一样没跌破，没跌破的话说明没有问题，跌破了你就赶紧跑了。所以你当时在这个位置将近70块钱的时候你不跑，跌下来现在已经来到了54了，这个跌幅是非常的大的。那会去讲这一个股票的一个点啊，无非就是它现在既是一个蓝烛的这个状态，又最低价的时候踩到了这一个缺口的这个位置，看一下它在这里能不能呢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缺口的这一个价格48块5毛7到52块3毛3的这一个位置，今天最低价已经来到了52块4毛2了啊，距离我们讲到的这一个缺口上沿仅差了这一个8分钱左右。如果说它在这一个缺口附近的位置啊，补缺口的时候它是一个盘中回补，收盘价收上去的，那么大概率来讲这个位置就是它短期呢要止跌的这一个价格了。那相反，如果它打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它是干嘛？没能呢去它在这一个位置是干嘛？它是没能呢去进行这个止跌的，那它就得继续的往下去探。所以想要做 MP 的学员，一定要等到它机构低吸转为做多之后再去操作。OK， 这个是讲到的 MP， 接着呢来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啊。当然有些学员会说呢，就是等突破了这个 MP 的高点的话呢太长了啊，那你也可以看一下60分钟图。60分钟图能看到的一个点，已经进入到一个价格便宜的这一个状态，但是一直都没有确认。等到它在60分钟图上率先能出现价格便宜确认的话呢，那么估计来讲它可能就会带动着日线一起出现这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说想要做 NP 的啊，也可以关注60分钟图上的价格便宜能不能确认。OK， 这个是讲到的 NP， 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联合健康。我看到有个学员一直在留言啊，来看到的一个点，联合健康已经进入到这一个超买状态了，但是未确认啊，前面也有好多次出现超买信号，但是一直都没有确认的。什么叫确认呢？就是它必须呢，黄烛消失之后，必须来个阴线，收盘价实打实给跌破，那么它就叫确认，也代表了它行情的一个结束。没有出现这样的信号的，你比如像这个位置一样，没有跌破的，那就说明了这一个行情没有走完，它还得继续的往上去涨。所以对于这一个联合健康，有的学员关注的点，就它的这一个黄烛的这一个信号，会不会呢？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会的话呢，那我们就在这一个位置当中选择止盈离场。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的，那我希望呢，你可以再等等，起码从这一个龙头引力上去看，目前来讲它才刚刚的在酝酿了这一个预警的信号，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出现，所以我觉得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啊，你就根据黄烛的信号去判断它会不会超买确认。不会的话，你就给我一路拿到9号 K 线之后再说。等到9号 K 线出来了之后，判断一下啊，中继9还是一个高位9，像前面这2次的底部9，像前面这2次的这一个9号 K 线，它都是一个干嘛？都是一个中继9结构，那就意味着它没有涨完，它还得继续的往上去涨，那我就可以继续的拿着。那么如果我拿着的话呢，它现在已经创了新高啊，往上去看的话可以看到多少钱？这个是我用到的黄金分割拓展啊，你现在呢往上再去看的这一个空间，下一个的目标它可能会来到了 0.382 的这一个位置，来到431块3毛3。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一个黄烛信号的啊，你不是内部学员看不到黄烛信号的，你也可以以这一个 0.191 的位置，大概来讲403块03的这个价格作为一个防守位也行啊，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止盈的价格，跌破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在这一个位置减仓或者止盈，没破的话我们就等431块3毛3的一个到来。 OK， 以上呢是我们讲到的所有的这一个内容，那如果呢看到这里呢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 Joyc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